不是说定投是懒人理财神器吗？不是说只要坚持，时间就是朋友吗？为什么大盘在涨，别人都在赚钱，我却越定投越穷？我的本金不但没变多，反而连购买力都被通胀吃掉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恭喜你，你不是一个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我不讲那些教科书上的废话，不讲什么复利曲线的鸡汤，我要讲的是那些机构和银行理财经理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心理陷阱和市场真相。我也会分享我自己当年是怎么在所谓的价值投资里差点赔光本钱，最后又是怎么爬起来的真实经历。这条视频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 bonus 送给大家，是我自己用了很多年的一个止损心理模型，专门治那种舍不得卖的毛病。现在这个市场真的很诡异，你们发现没有？以前我们说牛市是鸡犬升天，垃圾股都涨，现在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也就是说只有那最头部的几家巨头在涨，剩下的几千只股票其实都在跌或者在横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还是抱着10年前那种随便买个指数或者随便定投一只大白马股的心态，你大概率是会输的。咱们来说说定投这个概念，为什么大多数人特别喜欢定投？因为它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纪律性、数据化、去情绪化。你们会觉得我只要每个月固定时间、固定金额丢进去，不管涨跌，我就能平摊成本，长期一定赢。这听起来很美，对吧？这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在一段坏掉的感情里，你明明知道对方不适合你，对方在不断消耗你，但你心想，只要我对他足够好，只要我每天都送花，坚持下去，他总有一天会感动，会变好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你人财两去。定投如果不分标的，不分周期，那就是一种精神鸦片，它让你觉得你在努力，你在理财，其实你只是在懒惰。你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你不去思考这个资产到底还有没有未来。举个最真实的例子，如果你在前几年高点定投了某个曾经的互联网巨头，一直跌一直买，你现在回本了吗？可能还要跌个50%才能回本。在这期间，你的钱被锁死，你的心态崩溃，而外面的世界 AI、Web3、新能源早就换了几个风口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定投越穷，你在错误的赛道上急速狂奔。说到这，我要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别看我现在好像讲的头头是道，我也当过标准的韭菜。记得几年前，那时候刚开始流行什么价值投资，我也觉得自己懂了，我看上了一家做传统消费的公司，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那种大家觉得永远不会倒的龙头。那时候股价大概是80块，我进场了，后来跌到70块，我心想机会来了。巴菲特说过，别人恐惧我贪婪，我加仓，跌到50块，我开始有点慌了，但所有的分析师都说基本面没变，这是市场错杀，我咬咬牙继续定投，摊平成本。我看着我的平均成本从80降到了65，心里还挺得意，觉得只要反弹到65我就回本了。结果呢，那家公司后来跌到了20块，为什么？因为时代变了，大家的消费习惯变了，电商冲击了它的渠道，而管理层还在那里吃老本。那段时间我真的非常痛苦，不是因为钱没了，虽然钱没了也很心痛，而是那种自我怀疑。我本来对安全感的要求就很高，我看着那个账户，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往里填，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我不敢跟家人说，也不敢跟身边的人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深信仪的信仰崩塌了。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坐在电脑前，看住那条一路向下的 K 线图，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不是在投资，我是在赌博，我赌的是它一定会回来，而不是它现在值多少钱。我被定投这2个字绑架了，我为了证明自己没错，而不断的往错误里砸钱。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承认错误比坚持到底更难，但也更有价值。好，说完故事，我们回到现在2026年的今天，为什么我说现在越定投越穷的概率很大？因为宏观环境变了，这跟政治脱不了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市场了，它是政治市。第一是地缘政治的撕裂，以前全球化，大家一起赚钱，现在呢，贸易壁垒、技术封锁，你定投的某些新兴市场指数，可能因为一个政策文件，第2天就跌去10%。如果你定投的是跟地缘政治风险高的资产，你其实是在拿钱去赌大国博弈的结果，这种风险根本不是时间能平摊的。第2是通胀与利率的拉扯，虽然现在利率可能有所变动，但过去几年的高通胀已经把企业的利润压薄了，很多传统企业看似有现金流，
其实是在借债度日，你定投他们就是在帮他们还债。第三是科技的赢家通吃，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未来的财富会极度集中在 AI、机器人、生物科技这些领域，传统行业如果不转型，就会被降维打击。如果你还在定投那些旧时代的残党，比如传统的百货，没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你不是在投资，你是在做慈善。所以兄弟们，别再傻傻的每个月自动扣款就不管了，你的定投策略必须要加上政治嗅觉和科技趋势这两个路径。这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把这张地图摊开来给你看，我会直接点明哪些板块是未来的黄金赛道，哪些是必须远离的垃圾堆，我也会教你怎么判断一个资产是不是僵尸，我还会分享具体的实操策略，怎么从死板定投变成智能定投，以及我是怎么发现那些还没被大众发现的赚钱机会的。怎么样，昨晚试了那个隔夜重置法吗？是不是发现，如果你手里全是现金，你根本不会去买你现在手里那一堆红红绿绿的股票？既然答案是不会，为什么你还没卖？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这是人的面子问题，也是人性的弱点。你们会想，我现在卖了就是实亏，我不卖就只是浮亏，只要我不卖，我就没有输。听我一句劝，这种思维是你在金融市场里最大的敌人。市场不会因为你亏钱了就同情你，也不会因为你坚持了很久就给你发奖状。特别是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世界已经发生了断层式的变化。以前我们讲板块轮动，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房地产不行了换消费，消费不行了换医药，但现在不是轮动，现在是淘汰。有些行业就像是以前的马车夫，以前的底片相机，他们不是在周期性下跌，他们是在走向消亡。你如果在这些行业里搞定投，你就是在铁达尼号上做伏地挺身，身体再好也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要直接撕开这个遮羞布，告诉你哪些是僵尸资产，哪些才是未来的黄金赛道。首先我们要避开雷区，这几年我看到太多朋友在这里面。第一，曾经的砖头信仰，也就是房地产及相关产业。我不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你是华人，骨子里都爱买房，或者买地产股 REITs。 以前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父辈的致富密码。但现在政治风向变了，房住不炒不只是一个口号，它是全球性的趋势，各国政府都在打压资产泡沫，因为年轻人买不起房会导致社会动荡，政治家为了选票，为了维稳，一定会牺牲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如果你现在还在定投那种传统的地产开发商，或者重仓那些依赖房地产的银行股，你手里的资产就是价值陷阱。你看它市盈率很低，分红好像还不错，但股价就是一路阴跌，为什么？因为它的底层逻辑，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红利已经没了，这不是周期，这是时代的落幕。第二，没有护城河的传统制造业，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现在是赢家通吃。以前你买个家电股，买个汽车零组件股，只要公司规规矩矩，都能跟住 GDP 涨，现在不行了。现在是 AI 和自动化的时代，如果这家工厂没有智能化的能力，没有掌握核心数据，它就只能沦为代工厂的代工厂，利润会被压得比纸还薄。特别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严重的出口型企业，你也许不知道，某个大国突然加个关税，或者某个地区打个仗，这家公司的订单明天就归零，这种风险是你坐在家里看财报看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建议，去检查你的持仓，凡是依赖过去经验而不是未来技术的，逢高减仓，别心疼。骂完了垃圾，我们来说说宝贝，钱去哪了？如果你问我，我会用2个词来总结未来的投资机会，那就是安全感和能量。第一，国家安全概念，包括硬科技与军工。别一听到政治就觉得无聊，政治就是资金的指挥棒。现在全球都在搞什么？搞自主可控。美国要芯片制造回流，欧洲要能源独立，东方大国要科技突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会不计成本的往这些领域砸钱，半导体设备、高端材料、网络安全，甚至是太空技术，这些领域哪怕现在业绩还没出来，只要方向对，它的估值就会一直给得很高。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股票太贵了，不敢买，这就是恐高症害死人。记住，好货不便宜。爱马仕从来不打折，但它永远在涨，你定投就要定投这种国家意志背书的资产。第二， AI 的饲料，也就是算力与能源。 AI 是个大词，大家都知道，但我不想叫你去买那些已经炒上天的软体公司，我要你看得更深一层。 AI 运行需要什么？第一是算力芯片，第二是电力能源。我有个朋友在做数据中心业务，他告诉我，现在制约 AI 发展的不是算法，而是电不够用。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未来的石油不是黑色的液体，而是绿色的电力和高算力的芯片。所以核能、高效储能技术，甚至是铜，因为电网需要大量的铜，这些才是真正的产子股。如果你觉得科技股波动太大，那就去定投这些 AI 基础设施，这是在淘金热里卖水，稳赚不赔。说到这，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打鼓，觉得你说的这些现在都涨了好多了，我现在进去不是接盘侠吗？我手里的垃圾股跌了这么多，万一我刚卖它就涨了怎么办？这种心态我太懂了，这叫处置效应，也就是卖出赚钱的股票太早，持有赔钱的股票太久。我们来做个心理换位，想象一下你去商场买衣服，一件是过季打折挂在花车上的衣服，虽然便宜，但款式老旧，还有点脱线；一件是当季新款，剪裁完美，穿上就显得你很有品味，但价格很贵，而且从不打折。你的本能是想捡便宜买跌，但理智告诉你，那件贵的衣服才能让你在重要场合发光。投资也是一样，强者恒强是股市的铁律。你现在觉得贵，3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是山脚。而你现在觉得便宜的垃圾股，3年后可能已经退市了。定投的精髓不在于低价买入，而在于不错过趋势。如果你在正确的赛道上，哪怕你买在半山腰，趋势也会把你推向山顶。如果你在错误的赛道上，哪怕你抄到了底，你也只是在井底。今天的内容有点冲击三观，我知道你们需要时间消化。你要承认自己的失败，要去追逐那些看起来很贵的东西，这违反直觉，但赚钱从来都是反人性的。这部分是整系列的最高潮与落地。如果说前2集是诊断病情和开药方，这一集就是怎么把药喝下去，以及探讨我们赚钱的终极意义。知易行难，你为什么还是不动？我收到了很多私信，有人跟我说，你骂醒我了，我手里那是垃圾。有人跟我说，我也知道 AI 是未来，但我就是不敢买，太高了。兄弟们，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认知和行动之间隔住一条太平洋。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你戒不掉；你知道那个对象不爱你，但你放不下；你知道手里的传统定投在让你变穷，但你不敢换。为什么？因为恐惧。你怕一动就错，你怕刚卖了垃圾它就涨，刚买了新欢它就跌。今天不讲大道理了，我给你们一套保姆级的操作手册，这是我自己在无数次亏损后总结出来的，我叫它杠铃策略。这套方法能让你既有安全感，又能不错过2026年这波造富浪潮。听完这集，如果你还不动，那神仙也救不了你。什么是杠铃策略？很简单，大部分人的定投是橄榄型的，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中间那些平庸、稳健、不死不活的资产上，结果就是大盘涨你没份，大盘跌你跟住跌。我们要把它换成杠铃，一头是极度安全，一头是极度高增长，中间的平庸地带全部砍掉。左边的杠铃片是极度安全，包括现金流与抗通胀，这部分占你资金的60%到70%。别再去买那些号称年化4%的理财产品了，跑不赢通胀的。这里放什么？短期国债或者高股息的能源与公用事业龙头，记住是为了吃股息，不是博股价。还有黄金，乱世买黄金，这在2026年依然是真理。地缘政治越乱，黄金越稳。这部分的钱是用来保命的，只要这部分在，你晚上就睡得住觉。右边的杠铃片是极度高增长，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赛道，这部分占你资金的20%到30%，这包括 AI 算力、机器人、生物科技、军工。怎么买？这里就要用到改良版定投，不要每个月固定日期买，你要学会看情绪指标。当市场一片哀嚎，新闻都在说科技股泡沫破裂的时候，你的定投金额加倍。当市场都在狂欢，你身边不懂投资的人都在问代码的时候，停止定投，甚至开始分批卖出，用左边的安全资产产生的利息去养右边的高风险资产，这样你永远不会伤筋动骨，但一旦右边爆发，你的阶级就跃迁了。接下来要聊的可能会有人骂我，但我必须说，因为很多人问我，现在还能不能买比特币，能不能买加密货币？我的观点很明确，在2026年，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里完全没有加密资产，你是在裸奔。为什么？因为法币一直在贬值，这是政治规律。政府欠了那么多债，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钱稀释债务，而优质的加密资产是对抗这种大放水的方舟。但是听清楚了，不要梭哈，绝对不要。我建议拿出你总资产的5%到10%，去配置比特币或者以太坊这种头部资产，把它当做一张永不过期的彩票。如果这5%归零了，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吗？不会，你顶多是少去几次旅行，少买几个包。
但如果这5%变成了10倍、20倍，它能直接覆盖你其他所有资产的亏损，甚至帮你还清房贷。这就是不对称收益，亏损有限，收益无限。人最喜欢赌，但要赌得聪明，别去赌大小，去赌时代的趋势。不要去碰那些听都没听过的土狗币、空气币，除非你是专业玩家，就守住那2个龙头，拿住忘了它，3年后再看。讲了这么久，钱、趋势、策略，最后我想和大家聊聊心里话。我们这么折腾，每天盯盘，忍受焦虑，甚至忍受这几年的亏损，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买法拉利，为了住大别墅？可能一开始是，但到后来你会发现，物质带来的快乐真的很短暂。我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赚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拒绝的权利。当老板让你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你可以把辞职信甩在他桌上，因为你有税后收入。当家人生病需要用最好的进口药，医保报销不了的时候，你可以毫不犹豫的刷卡说用最好的。当感情变质，对方不再尊重你的时候，你可以潇洒的转身离开，而不是为了生计委曲求全。钱是人的胆，也是一个人的底气。我们努力投资，努力定投，不是为了成为守财奴，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政治博弈和科技变革的2026年，给自己、给家人撑起一把伞。穷是一种病，它会吞噬你的尊严，限制你的想象力，而治愈它的药就在你自己手里。从承认错误开始，从拥抱趋势开始。这3集的内容，如果你能听进去一半，并且去执行，3年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我知道很难，割肉很痛，追高很慌，学习新东西很累，但请你记住，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比赚钱更重要的核心，以及我最后要送给你们的行动方案。这段内容我故意留到最后才说，因为它比任何技术指标，比任何 AI 趋势都更底层，甚至决定了你未来10年的阶级。这就是流动性陷阱与资产的变现宽度。很多人在投资时眼里只有收益率，他们会跟你说，这块地以后会翻倍，这家没上市公司的股权以后能让你财富自由。这幅画非常有收藏价值，听起来都很棒，对吧？但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时代，你必须要懂一个词，叫退出机制。很多人的穷不是因为资产没涨，而是因为在需要钱的时候，手里的资产卖不掉。别让你的财富变成纸上富贵。我见过太多人定投了几年某个国家的2线城市房产，或者某些小众的私募基金，账面上确实涨了50%，但当他家里急需用钱，或者发现更好的投资机会想撤退时，发现根本没有买家，你要打8折、7折甚至5折才能变现。这时候你所谓的定投收益瞬间就化为乌有。未来的投资核心不是涨多少，而是随时能卖。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配置比特币、大型科技股或者高流动性的 ETF， 因为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点一下鼠标，几秒钟内这笔钱就能回到你的账户。溢价属于有耐心的人，但生存属于有流动性的人。政治环境在变，未来的税收政策、外汇管制可能会越来越严格。如果你的资产全部锁死在难变现的实体或者小众领域，你其实是被变相囚禁了。我的投资建议是，检查你的资产组合，确保至少有 70% 以上的资产是可以在24小时内以市场公允价变现的。这 70% 的流动性，就是你在乱世中最大的自由度。记住一句话，能卖出去的钱才是你的钱，卖不出去的数字只是别人的游戏。不要为了那一点点虚无缥缈的超额回报去牺牲你的流动性。在这个时代，快比多更重要，这是这几年我学到的最贵的一课。既然你听到了这里，说明你是真的想改变现状的人。作为奖励，我想分享一个我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但我每天都在用的心态定盘星。很多人问我，现在行情波动这么大，今天地缘政治冲突，明天技术突破，看得人心惊肉跳，到底怎么才能保持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投资心态？我的 bonus 秘诀只有6个字，离场感，在场命。什么意思？离场感就是你的心要随时跳出来，每天晚上下班关掉行情软件，去陪家人，去吃顿好的，去运动出汗。你要意识到，屏幕上的数字涨跌只是游戏，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当你对钱看得没那么重的时候，你反而不会在低点因为恐惧而割肉，也不会在高点因为贪婪而梭哈。而在场命，就是你的钱永远要有一部分留在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资产里。不管世界怎么乱，人类进步的脚步不会停。如果你因为害怕而彻底离开市场，那你也就彻底断绝了翻身的希望。所以这个 bonus 其实是想告诉你，投资最好的状态
是手中有粮，心中无盘。你要有正确的资产配置，但你的情绪不要被盘左右。当你能做到看住账户浮盈几十万却能安稳入睡，看住浮亏几十万也能泰然自若的时候，你就已经赢了99%的人了。财富只是你这种强大心态的附属品。最后我再送大家一个我自己在高风险投资中严格执行的铁律，这能让你彻底告别焦虑。这个策略叫翻倍抽本。当你买入的一个高风险资产，比如某个 AI 股票或比特币，价格翻了1倍的时候，强迫自己卖出一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把你的本金全部拿回来了，剩下的那一半留在市场里的钱全是利润。从这一刻起，这个资产就算跌到0，你也没亏1分钱。如果它涨了10倍，你全是赚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无敌的，你会变得非常有耐心，拿得非常稳，因为那是免费的午餐。试试看，下一次你的资产翻倍时，别贪婪，先把本金拿回家，剩下的让它陪着趋势一起飞。除了刚刚说的那些，我私下其实整理了一份2026全球核心资产观察名单。这份名单里我细分了哪些是我认为具备硬科技属性的龙头，哪些是绝对不能碰的高负债僵尸企业，甚至还有我个人定投的几个具体的 Web3 标的比例分配。这是我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本来没打算公开，但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想看看我是怎么具体实操，怎么挑选这些杠铃两端的资产的，只要这条视频的留言超过100条，或者点赞过300，我就会专门再录一期视频，毫无保留的把这份名单公开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份名单，或者想看更具体的选股选币逻辑，现在就在评论区留言我要名单，或者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们的热情够高，我就算熬夜也会把这个详细的实操方案做出来送给你们。最后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句真心话，投资这件事说到底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修行。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我个人的经历，还有我对2026年市场的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经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政治和经济的风向随时可能转向，我不是神，没有人能预测绝对的未来。请记住，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每一分钱都是你辛苦赚来的汗水钱，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请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去做最后的评估。你要为自己的钱包负责，因为那是你的人生。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现在手里的持仓是让你睡得住觉的安全杠铃，还是让你焦虑不已的僵尸资产？你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定投还有未来吗？或者你有什么惨痛的割肉故事想分享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每一条评论我都会认真看，这也是我们互相取暖、共同进步的方式。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启发，或者让你少走了一段弯路，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转发给你身边那个还在盲目定投的朋友，并关注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真话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不在垃圾堆里沉沦，我们要在趋势中翻身。我们下个视频见，祝大家都能财富自由，更有选择的自由，拜拜。